大家好，我是 Jeremy， 最近花了一點時間處理一點私事哦，也幫頻道未來做一些規劃。接下來呢，我會用2到3週更的方式，固定分享一些穿越機相關的知識，再請大家多支持嘍。你可能已經在 Avatar 或 Neo 上玩過了手動模式，也可能練了一陣子的模擬器，或者是你只是好奇，穿越機到底是什麼，跟一般空拍機到底有什麼不一樣？結果一查，哇，種類超多，看起來又好像很複雜。想要入坑卻又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嗎？我是 Jeremy， 那我們一起來聊聊飛行吧。自古以來，人們都想要登高望遠，空拍機就是為了滿足在空中拍攝這樣子的需求誕生的。它就像把攝影機架在空中的滑軌上面，擅長拍一些比較穩定線性的畫面。飛空拍機的時候，軟體會幫你穩定悬停、控制姿態，你只要專心的構圖、運鏡。一切的邏輯其實跟地面攝影是差不多的哦。但有時候呢，我們其實想要拍一些更動態的畫面，這時候就需要穿越機。穿越機只有一顆鏡頭，不能變焦，飛行全靠手動操作。你要用 roll、pitch、yaw 來控制姿態，用 throttle 控制油門。它沒有水平的概念哦，你要不停的修正角度，用推力來維持飛行。Perfectly balanced, this whole thing should be. 姿態朝下，油門全開的話，它甚至可以全速的往地面俯衝。因為没有軟體介入，它可以飛得更快、更靈活。雖然操作門檻比較高一點，但是可以拍出那種貼地掠過、飛進建築，然後再從窗戶衝出去這樣子的畫面。少掉雲台，也沒有變焦，減少了攝影輔助，但是卻多了一種自由自在的飛行。一般看到飛行的視角是傾斜、翻滾或者是俯衝的，這種幾乎都是穿越機才能拍出來的畫面。現在我們知道穿越機跟空拍機最大不同，接下來就來看看它是怎麼樣構成的哦。一台穿越機的組成其實很簡單，基本上就是機架、馬達、槳葉、電池、飛塔、圖傳，還有無線電7個要素。電池負責提供能量，電條分配電流給馬達。飛控就像主機板，接受遙控器的指令，搭配陀而儀數據去即時計算，調整各個馬達輸出。圖傳則負責把即時的畫面送進 FPV 眼鏡裡面，所以在飛 FPV 的時候呢，你會感覺自己就好像真的坐在飛機裡面一樣。整個運作的原理也很單純，就是你下指令，然後飛控會根據你下指令計算出各個馬達輸出，進而改变飛機的飛行。你再從眼鏡裡面看到飛機的即時畫面，又會再修正你的操作。高速循環下，你就會時時刻刻根據你所看到的畫面去修正打桿。飛機也會時時刻刻根據你的打桿改變飛行的狀態。這個高速循環過程就是 FPV 飛行的基本原理。下一支影片，我會再更深入的去講解這些元件的細部差異，還有要怎麼做選擇。了解完結構以後，我們來看看穿越機有哪些類別。穿越機的種類很多，但是邏輯上可以從尺寸還有用途來分類。第一種是 Tiny Whoop， 俗稱小機，通常是在50克以內，巴掌大小，安全又便宜，適合在室內飛行練練手感，最輕還可以到20克以下哦。第二種是 Cine Whoop， 俗稱圈圈機，一般是2到4寸，會有一些防護框，主打一個穩定安全的近距離拍攝。再來是 Freestyle 花飛機，最常見的是3到5寸，動力很夠，很靈活，能夠做各種的花式動作，是我最喜歡的類型。還有的是 Racing 競速機，同樣主要是5寸哦，但是更輕更快，完全追求速度還有精準。再大一點呢，就是 Long Range 的遠航機。一般是在7寸以上，注重續航還有訊號穩定，適合刷山飛海，畫面很壯觀哦，但是也是最常弄丟飛機的一種玩法。國外的論壇甚至開玩笑說，沒弄丟過個8台10台飛機的哦，不算玩過遠航啦。天氣啊、風向啊、電池放電曲線這些因素都有可能是飛機最後飛不回來的原因。最後一種呢是 Cine Lifter， 是可以扛起 Komodo 這類電影級攝影機的大怪物，通常是8個槳的 X8 配置，一般是在拍電影在用的啦。簡單來說呢，穿越機就是越小越靈活，越大雖然越笨重呢，但也比較能夠載重，所以續航力可以很好。而5寸呢，目前是整個 FPV 世界裡面最平衡也最多人選擇的尺寸。FPV 的玩法呢，大致分類成3種飛行風格，分別是攝影、花飛還有競速。
Cinematic FPV 的話，攝影才是目的，飛行只是手段。常常會用圈圈機做室內或近距離的拍攝，或者是用遠航機來刷山、刷海、刷瀑布。後期會搭配 Gyroflow 做畫面增穩。一般飛行會比較柔順，速度不會太快。主要需要的技能其實是構圖。Racing FPV 則完全相反，一切圍繞着速度與精準，反應是越快越好，延遲越低越佳。最高原則就是怎麼樣能夠飛出最快的單圈成績，目標是精準快速的飛行，飛行比較利落，速度很快。我現在看到這些職業飛手的畫面啊，有時候眼睛還是會跟不上。而 Freestyle 花式飛行在兩者之間，主要目標呢是像跳舞一樣展現出自己的風格，透過飛行技巧展現出一些有趣的畫面。飛起來的時候呢，時快時慢，畫面很重要，飛行也很重要，更像是一種飛行的表達。有人喜歡流暢的 flow。有人喜歡忽快忽慢、節奏感的 Juicy Span。也有人挑戰廢墟飛行的 Bendo。我自己呢是喜歡 Bendo 的速度感，再帶一點點 Juicy 的風格，還在慢慢摸索。一開始的話呢，我會建議其實可以買台5寸的預組花飛機。想要嘗試賽道的話，你就把它輕量化，然後調高鏡頭角度。如果你想要嘗試遠航或攝影，就帶上 GoPro， 裝上 GPS， 用比較大的電池。也可以試試看花飛哦，摸索一下自己的飛行風格。等到知道自己的喜好了，再自己組一台專屬的飛機來符合自己的 style。希望這支影片可以讓你對穿越機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。接下來的系列影片，我會介紹各個元件要怎麼去選，還有如何從零開始自組一台穿越機，還有各種的花飛風格和我自己一些飛行心得。你如果玩穿越機的話，是喜歡遠航、攝影還是競速呢？還是要跟我一樣體驗自由自在的花式飛行？歡迎留言告訴我。如果你對之後的主機介紹有興趣，記得訂閱，也順手幫我按個讚吧。我是 Jeremy， 下一期我們在工作室裡面見嘍。